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叶子，还有一些叶子的组合，叶子和枝干、老枝干、嫩枝干、叶子一起怎么组合，好不好？今晚给大家讲，还是画这个，给大家先画这个叶子。那这个叶子的颜色，我们用这个花青加藤黄，花青加藤黄加墨来画。那这个前面用了剩下的颜色，我们再来添一点藤黄。然后再加一点这个花青，加点藤黄，加点花青，然后我们去调和，加些水。花青加藤黄它挺嫩绿的，那我们要加点墨进来，把这个嫩绿压掉一点。画叶子的时候不要太绿了，当然我们在示范的时候可以绿一点哈，我们可以让它绿一点，这样子我们示范的时候可能就看得更清楚一点。好，示范的时候我们就让它绿一点，好，就调成这样就可以了。把旁边这个黑色的洗盘子。好，我们调色的时候把这个墨绿色，把这个墨绿色调的笔度，然后笔尖蘸这个浓墨，然后画叶子。然后我们画叶子，一笔用笔尖下笔，侧锋下笔啊，侧锋轻轻下笔，然后我重重的按下去，然后再提起来，这样子是第一笔啊，第一笔，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在这里第二笔，这上面一笔。下面一笔啊，3笔，这个是1、2、3笔组成的一片叶子，这个就是一片叶子啊。来画一下不同方向的，来侧锋，轻轻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然后再提起来。你可以提一点尖，你也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圆的，你可以这样子啊，就到这里就停了，它圆的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叶子在画这个国画中没有一定的要求说一定要把这个叶子画成这个尖的或者长的或者是圆的。好，然后上面一笔小一点，然后这下面一笔大一点。我们这一边一笔要有一笔大一笔小，让它有这个区别，有这个大小的这个区别，不要对称这两笔不要对称。好，我们来继续来画这个横向的，还是一样侧锋，轻轻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然后提起来。你的这个笔的动作可以有一些动作啊，可以有一些这个按提按的这种动作，这样子也可以让它有一些，因为叶子啊不可能每一片叶子它都是那么圆润的，它会有一些这种缺口什么的，这样子就是用笔要自由一点，不要说一定我们要画成怎样的。画成太直了，或者是太圆了，或者是太怎么样。好，我们再画一下朝这边，朝这个左边。那朝左边我们可以这个可以画一个这种有点翻转过来的叶子啊。现在下笔重重的按下去，然后这个笔往这里转过来。那这样子转过来就感觉它是一个有翻转过去，从这边翻转过去的这种感觉哈，还是一样的，一边一笔，可以一笔长一笔短，一笔大一笔小，这样子3笔组成一片叶子。那么我们还要调一盘子颜色啊，
既然我们要画叶子，既然示范，我们就要示范到位啊！到位把这个叶子的话，叶子的这种叶茎的颜色，这种嫩叶、嫩枝干的颜色调一个放在这里，示范的时候也要用。好，这个嫩叶我们用的是这个三绿、藤黄，然后这个朱标，还有这个胭脂来画这个嫩绿。还有胭脂。好，我们用这支画嫩叶的画嫩叶子，用一支小一点的笔，我们先来画一个小嫩枝干啊，来画嫩枝干，用这个藤黄和三绿调一点这个朱标，调一点胭脂，画一个小的组合，就是3片叶子的组合。来，我们还是一样，先笔肚蘸一下这个墨绿色，蘸一点墨绿色，笔尖蘸这个浓墨。好，我们开始先画中间的这一片叶子，来侧锋，轻轻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你可以有点动作，扭一下，有点动作，让这个叶子的不要太直了。来，一笔，这边一笔，这边一笔，3笔，这样子3笔来成了一片叶子，没有颜色，我们再蘸一点这个墨绿色，然后再画上面这一片，还是先画中间这一笔，侧锋轻轻按下去，提起来，然后一边还是一样的，一边一笔，哎，然后这边还有一片啊，那这边这2片把它挨着了，我们这边我们把它画远一点哈，不要挨得那么近，而且我们把它画这种小一点，让它有这种大小，让叶子3片叶子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对比，不要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样大。你看我们3片叶子都是要有注意这个变化啊，画完之后你还可以再去加一下这个叶柄哈。3片叶子的什么变化？你看这两个它是在一起啊，它就是密的，这2个在一起，然后这里呢，这里把它跳出来，这一个它就是这个疏的地方。然后这里是2片，这里是1片。我们即使画一个小组合，也要注意这一点，也要注意这个疏密关系和这个对比关系，多的和少的这种对比关系，然后还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关系。你看这片叶子，这一片是大的，这片是中的，这一片是最小的。你看大中小，我们即使画一个小的组合，即使它只有3片叶子，我们也要注意这种变化。我们一直在讲画画就是在画这种变化，画画就是在画变化，在画对比关系，然后我们要从整个画面去平衡这种对比关系。好，来勾叶茎，那我们先告诉你们怎么勾。那假如说我们这片叶子，假如这里是一片叶子，那这个叶子就是这一片叶子，假如这一片叶子，我们勾叶茎的时候，我们先勾中间的这一笔，中线的一笔，然后一边一笔，一边这个叶子一笔，然后这边呢，我们可以这边勾2笔，然后呢，这边我们勾1笔，这样子来勾，这样子去错开来勾，让这个每一个，虽然说我们给大家讲的时候你要注意哈，你看每一个空隙，你看这些空，大空，这是大空，那这些是小空，你看每一个这个空都是不一样，看到没有？每一个空都要不一样，不要太平均了。当然我们真正在画整幅作品的时候，可以
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么细，你勾得很快，有可能有一些雷同的，但是那个没关系，没有关系，偶尔有一些在整幅大的作品上，如果有一点雷同的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要注意这种，我们要尽量去避免这种雷同，明白吗？这个就是勾叶筋。那我们示范一个错误的示范啊。那错误的示范就是中间一笔，然后平均两边这样子平均去画，这样子就是错误的，这样子就不好看。你真正我们要去画这个写意的话，你像这样子全部勾得很平均的话，那么它就不好看了。你整体去看起来它就不好看，没有这种自由灵动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对的啊，这个是错的，明白吗？好，那我们来勾叶筋啊。来用这个浓墨画这个老叶子，我们用这个浓墨来勾。然后我们这一支笔，这一根先勾中间的这一笔，中间这一笔，然后这个一边一笔，这里两笔，这里一笔，是吧？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形式去勾。你看这里也是一样，你看中间这一笔，你勾到这边来，它就这个叶子感觉侧面一点，你勾到这个中间来一点，就感觉这个叶子会稍微的正面一点点，看你勾在哪里。好，这里一笔，这里一笔，这一边一笔。这个叶子有一点很深了，颜色很深，所以说勾叶筋的时候看不太清楚。当然我们真正画的时候不用说看得太清楚，就是要这种朦胧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不要太清楚了。就不要把那个叶筋勾得太跳了，就是一眼看上去，你整朵花就看到那个叶筋特别明显是不行的。所以在我们画这个叶子的时候，我们画完还没有干的时候就要勾这个叶筋。这样子哈，这样子1、2、3是一片叶子，这样子是一片叶子，3笔为一片叶子，这个是3片叶子，1、2、3，三片叶子，3片叶子。这个是每一片叶子要画3笔，明白吗？那我这个就是5笔，你看中间这一笔，然后一边一笔，这边2笔，这边1笔，你就这样子，你先就按照我这样子去勾。来，中间1笔，两边各1笔，一边1笔，这里1笔，这里2笔，这里1笔，一边1笔，这里2笔，这里1笔 ，OK 就可以了，这个叶筋就勾好了。好，我们先调这个墨绿色，然后在笔尖蘸这个浓墨。那么画叶子的时候，可以先把这个叶柄先画出来。好，叶柄是这个3绿藤黄，然后调这个朱标，还有调一点这个胭脂。好，我们来画一个组合。好，这个是我们的一组叶子，一个大的组合是3个叉，每一个叉上3片叶子，总共就是9片叶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叶子的3叉9顶的这个原则。好，我们可以先画这一组，先画中间这一片啊。来，我们先画中间这一片，侧锋轻轻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提起来，然后一边一笔，一边一笔，这样子一片叶子。那我们这两边还有一片，中间1笔，两边1笔。好，这片比较小，我们这画一个组合的这个叶子要有大有小，也要有这种稍微长一点的，我们把这一片叶子画长一点，让它姿态上和形状上都要有一些变化。好，这个是一个组合。那我们再画这一组，画中间这一组。现在是给大家画这个3叉9顶的。好，我们画叶子的时候还是先蘸这个墨绿色，然后笔尖蘸这个浓墨，然后我们画这一组，来画这一组。我们还是一样，可以先画中间的这一片大叶子啊，侧锋轻轻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然后再提起来，
你可以这个叶子可以不用画那么尖，然后一边一笔，这边一笔，这边一笔，好，3笔，这个又是一片叶子了。好，然后呢，然后它这个一边还有一片，那这一片从这里来画大一点点啊，一边一笔，还是不管这个叶子多小，还是3笔组成，还是一样的3笔组成。那这边这一片呢，这边还有一片在后面，那我们这一片可以画一个侧面的啊，画一个侧面的这种感觉。那这个也是这个组又是3片叶子，那我们再画这一组了。来这一组的话，我们一样的可以先画中间的这一片。来，中间这一片，这中间这一组叶子通常是最大的，我们可以把整支笔都按下去啊。来，先开始轻轻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按下去，然后提起来。这个是1笔啊，然后这个一边一笔，一边一笔，这个是3笔又组成的一片叶子，然后笔上没有墨了，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加一点点水哈，我们可以这边可以画一些淡一点的，因为这个叶子藏在这一片的后面，藏在这一片的后面怎么办呢？因为我们这个仙纸它是很特别的，你即使这样子画过来，也没有关系，也不是很影响，看到没有？我这样画过来，你看这片叶子还是透出来了，看到没有？还是透出来了，所以它不影响，没有影响到。好，我们这边还有一片啊，这边还有一片，这边这一片我们可以画圆一点，画小一点，那把这个叶子给挡住，像这样子，让它有一点遮挡。然后我们画完之后，再用这个画嫩枝干的颜色，把这个枝干给有一些看不到的这个枝干，再把它提一下。好，这个是一组叶子，看到没有？它干了之后，它会有。这个生鲜纸它就是有这种特性，你看我直接这样子画过去，它完全没有影响到这一片叶子，这片叶子这个印子还是出来了，是吧？还是可以看到。好，我们的这一组叶子完成，我们来勾一下这个叶筋。好，我们勾一下叶筋啊，中间一笔。这个叶子有点深，所以勾叶筋的时候不是太明显，没有关系啊，不是太明显没有关系，不用说太明显。一边一笔，一边一笔，这里2笔，这里1笔，中间一笔，一边一笔，这里2笔，这里1笔，中间一笔，一边一笔，这里2笔，这里1笔。好，这一片在后面。一边一笔，这边2笔，这边1笔，好了，这一组叶子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叶筋是不是隐隐约约的就可以了？不需要说把它勾的有多么明显，太明显了，太跳了，在整个画面上它就跳出来了，就不好看。好了，这个是一组叶子，3叉9顶，就是这个一个叶柄出来，这3个叉，一个叉2个叉3个叉，然后每一个叉上3片叶子，1、2、3。1、2、3，1、2、3，每个叉上3片叶子，那就是9片叶子，就是3叉9顶，明白了吗？好，我们再来画一组。好，我们再来画一组向上的。好，我们还是一样的，先画出这个叶柄，3绿藤黄，然后这个珠标。然后这个胭脂叶子非常重要，家人们真的要用心的把这个叶子学好。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大家的花
大部分人花画的特别好，但是叶子比较差。人家说3年画花，10年画叶子，可想而知叶子要比花难多少。真正把这个叶子画好的话，其实不容易。所以大家，我现在多讲叶子也是用心良苦。好，这里出来一片叶子，一个叉，2个叉。3个叉，好，这个一组叶子3个叉，然后我们再加上它的这个叶子。好，我们先蘸这个墨绿色，然后笔尖蘸点浓墨。好，我们可以先画哪一组呢？我们可以先画最上面的这一组。你想让哪一组叶子在最上面，你就画哪一组。那我们先画这一组啊，这一组我们可以先画中间这一片。每次我们可以先画中间这一片，轻轻的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然后再提起来。好，这个是一笔，一边一片，就是3笔，这个就是一片叶子。好，来画这一组，画这一组，这边这一组。好，这片叶子我们可以小一点哈，笔尖要蘸这个墨，还是一样，不管多小叶子也是3笔，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那再画这一组，这一组叶子呢，我们可以画长一点，就是3片叶子，我们让它都是不同的姿态。你看这2笔似乎有一点类似，那如果你发现它有点类似，你把它改一下，把这一笔把它改大一点，让它有变化，让它跟这一笔区分开来。好，这个是3片叶子。好，我们再来画中间这一组。中间这一组，我们可以把这个叶子画最大，还是一样，先画中间的这一片叶子。这片我们可以让它伸远一点点啊。好，侧锋轻轻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动作，让这个叶片不会那么规则，不会说那么直那么圆。好，一笔2笔。不要太刻意的去勾。好，这个3笔一片叶子，我在这里画的也比较规矩，也比较清楚，希望大家的初学者能够看明白、看清楚。好，这个枝干，这个是一片叶子，那一边还有一片啊，这边中间一片，两边各一边一片。好，那这边还有一组，这边还有一组。跟这边重叠了，跟这边重叠了，中间一笔，两边各一边一笔。好，跟这边重叠，这两组在一起啊，这2组在一起，让我们这一组让它分开，让它跳出来，让它有这边密，那我们让它这一组就疏。好，我们把它画圆一点，中间侧锋轻轻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提起来，然后一边一笔。好，还有这边两边一边还有一片叶子，这个叶子我们可以画这么短都可以啊，画凸一点不一定说每一片叶子我们都画出这个尖，要叶子都要有变化，都要有这个姿态上都要有变化。那么这边我们也可以跟刚刚一样画一个侧面的叶子，那么一样的可以画出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啊。那感觉是这样子，是它翻展过去的这种感觉。好，像这样就直接这么画也可以，你可以把它画出来也可以，就看你的情况，看你自己喜欢。好，这个嫩叶，刚刚有一位家人说嫩叶、嫩枝干、嫩芽用什么叶子？是用这个3绿，看到没有？3绿、藤黄、朱标还有胭脂。好，我们把这个3绿和藤黄调和，然后调一点这个朱标，笔尖蘸一点胭脂。
好，我们把这些嫩枝干这些再去没有不到位的，我们再去加下。哇，这个颜色太多了，水分太大了。水分大，我们就要快一点啊，画快一点。好，把它的这个叶柄稍微的加一下啊，加一下，然后我们去勾叶筋。这一组叶子看到没有？为什么要这么画呢？为什么要这么画呢？你看这里这两组在一起，这两组在一起，这两组让它是密的。好，这一组在一起，这一组让它是一个疏的。然后这一组呢，它同时是密的，同时它也是多的，然后这边是少的。然后每一片叶子上也要有变化。你看这一组，这一片叶子大、中、小，每一片叶子它都会有大小的这种变化。我们不能说画叶子把每一片叶子都画的姿态一样的，然后大小一样的，那么它就整体下来它就不好看，明白吗？好，我们来勾下叶筋，勾叶筋。中间一笔，两边各一边一笔，这边两笔，这边一笔，一边一笔，这边两笔，这边一笔，中间一笔，一边一笔，这边两笔，这边一笔。你们就刚开始学就按照我这样子去勾就行了。好，中间一笔，一边一笔，下面两笔，这里一笔就可以了。一边一笔。你看我也是勾的特别慢，希望应该大家都能看得清楚。好，中间一笔，一边一笔，这里两笔，这里一笔。好了，这一组叶子也完成。这个叶子要整个三叉，这个也是三叉，一个枝干出来，一个叶柄出来，3个叉，然后9片叶子，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叶子的一个组合。好，我们来画，先画一个嫩枝干，三绿、藤黄、朱标，还有胭脂。来，先画一个嫩枝干，随意的画一个嫩枝干，然后我们把这个嫩枝干的叶子安排一下，我们在这里安排一组，然后这里来一组。那这个一边一组有点对称了，那么可以再找一个地方，一边一组，一边2组，这样子来安排。好，这里来一组。那我们把这个叶子加上去。我们看一下，先画哪一边的叶子？来，先画这一组。这个一个枝干出来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分3个叉啊。来，一个叉，2个叉，3个叉。好，我们这个就是告诉你们这个为什么这个叶子怎么出来。假如说我们这里是有一朵花，这里有一个枝干，那我们在画了这个枝干之后，我们要安排这个叶子。就是我们通常以前的传统的很多家人就是画一朵花之后，然后这个叶子就直接从这个花下面到处长，就是不知道这个叶子是从哪里出来的。所以在我们讲这个基础课，就是讲清楚这个叶子是怎么出来的，叶子是怎么长出来的，它的这个生长规则怎么出来的。当然我们在画大作品的时候，不可能说把每一片叶子都像这样子画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要了解它，因为这个叶自然生长的规律，我们为什么画得好，先要靠写生，我们用这个照片去写生也是一样的，就是要了解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生长规律，它要符合这个生长规律。好，我们可以先画哪一组叶子都可以，先画这一组哈，这一组我们先画中间这一片，轻轻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提起来，然后一边一笔，中间一边一笔，一笔大一笔小，这样子一片叶子。好，我们再来画这边这一片，
这一片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画小一点啊，还是一边一片，一边一笔一笔大，一笔小。那这边的话，我们还是一样的可以画一个侧面的翻展过去的叶子啊，像刚刚那样子，这样子一个扭一下就可以成了一片这个翻展过去的这种感觉的叶子。每一片叶子的这种大小都要有所区别。好，我们这一组，然后我们再画这一组。好，我们来中间这一组也是一样，我们先开始可以画中间这一片，来轻轻的下笔，然后重重的按下去，提起来，然后一边一笔。好，这个是一片叶子。好，我们再加一点颜色。这个一边还有一片啊，一边还有一片，一边一片，我们还可以画小一点，不要每一片都那么大。这边的话，我们也可以画一个侧面的叶子，当然也不用画侧面叶子也可以。那我们就这样子画成比较凸一点的，让它感觉可能那个叶子的尖是翻过去的这种感觉。好，这个是两组，那我们这一组把它分开，让这两组在一起，这一组跳出来。好，我们还是一样，先画中间的这一片。那画这一片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点勾，让它感觉有点翻展过来，然后还是一样的，一边一笔。那这个一片叶子哈，这一边还有一片，那一边还有一片。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画一个侧面的。好，这个是一个组合，一个组合完成。我们加上这个，把它这个叶柄把它加上。好，这个是一组，这个是一组叶子。那我们这边呢？这边这一组，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个嫩叶。我们在画一户小品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老叶子和嫩叶子的组合。三绿藤黄、竹标、胭脂。来这边画一组这个嫩叶，嫩叶也是一样，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我们就画一个小的组合，就是3片叶子的这种小的组合。好，这一组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画成一个这个嫩叶子。我们先画这边的这一片，这边这一片可以画成这种感觉是一个侧面的，让这个叶子都不要太平面，这一片叶子让它出来。好，这个是3组叶子，3组叶子，我们这边2组，这边1组。好，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把它这个叶茎勾一下。这个嫩叶，我们勾嫩叶的叶茎就用这个胭脂来勾。勾叶茎还是一样哈，5笔。通常我们就一片叶子勾5笔，当然我们的嫩叶可以不用勾那么多，嫩叶的随意的勾个2、3笔就可以了。来勾一下这个老叶子，老叶子用这个浓墨来勾。
那像这些，如果说你这个叶柄不够明显的，你可以再加一下，当然要加的是一样的一条线过去。钩叶巾五笔法说一下啊，五笔法，来我另外拿一张纸。2个。才2个吗？画这个叶子啊，把这个叶子先画一片叶子出来啊。假如这个是一片叶子，我们中间钩一笔，两边一边一笔，然后这边2笔，这边1笔，这个就是5笔，是不是？1、2、3、4、5，是不是5笔？5笔我刚刚给大家讲的要有这个空隙啊，这个大空。还有这种小空，每一个空隙它都有区别，不要勾得太平均。像这个它就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你看这样子勾，都差不多，都很平均，这样子就是错的。像这样子就是对的，这样是对的。明白吗？明白了吗？